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现在这个奥运，巴黎奥运收官了呀。那今年的冠军是谁呢？看起来这个中国大陆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几乎都是在领先的态势哦。但是昨天呢，美国的女篮惊险夺牌啊！怎么惊险呢？她是胜了法国1分拿下了金牌哦，所以跟中国大陆是等于说在金牌方面的话，这个打成了平手，并列第一啊。那总牌数来说的话，目前美国呢，因为它的银牌、铜牌比较多一些，所以总牌数是126面。但是很多人讲说啊，其实感觉上面真正的赢家是中国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看到了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在巴黎响起了42次哦，因为还加上了香港的2金2铜4面金牌哦，所以中国大陆呢，如果包含了香港的话，一共是42金。那现在中国的体育代表团总金牌数已经超过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39枚，现在已经是创下了一个新高纪录哦。那我们看到连这个抖音热榜啊，还有微博热搜哦，都有这样的一个词条，就是中国金牌榜并列第一，就是跟美国并列第一啊。但是网友在讲说，我们才是真正的赢家。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老美用药还比不过我们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中国人啊！这其实就是这一次奥运场上最大的中美角力啊，就是在禁药这件事情。因为美国的田径选手后来是真实的被发现到使用了禁药，但是这后续的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啊，所以现在这些金牌数哦，今天其实还有传出来奥运还有这个剥夺了美国的体操铜牌哦，怎么回事呢？他们是把这个国际奥会宣布剥夺这个美国女将这个切尔斯地板体操的这个铜牌，然后补发给罗马尼亚。但是现在美国奥会提出说要上诉哦，所以拒交铜牌。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得牌还有相当多的争议，可能还在发酵当中哦。那再来。潘展乐这一次也回应了，澳洲不是有一个人家讲说没有那么出名的一个教练跳出来讲说，哎呀，这不可能是人类做得出来的这样的成绩嘛？那这个潘展乐也正面回应了这一位澳洲教练的质疑，我们来听一听。觉得他说的很好啊，最好他多说几次，误导一下西方人，这样我们就能起来了。他说人类不大可能，就是他既然这么说了，就能证明他还是把自己给框住了。没有跳脱出这个范围，框是给人设的呀，是人给人设的，你只要不信他不就行了。对，现在很多大陆网友都在风靡这个潘展乐的说话术，要怎么样展现00后般的自信哦。所以潘展乐现在讲话，很多人都把它剪辑起来，就说啊，可以讲话的这么自信，这么硬气，这就是中国人的自信哦。那再来还有一个很妙的这个花絮，就是潘展乐去剪头发啦，然后去剪发的时候呢，因为全中国都在封这个奥运嘛，只是可能有些人在职场上面没有办法真的去追这个奥运比赛，但是都会听闻到说，谁谁谁这个创下了纪录哦。结果他去到这边这个理发的，他们叫做这个 Tony 老师啊，他们理发通通都叫 Tony 老师啊。那这个帮他理发的这一个人呢，就说，你长得个头好高哦，你是运动员吗？然后他就说啊，是啊，我是游泳的。然后他就讲说，奥运你有没有看啊？这个奥运我们这个有一个选手很厉害，潘展乐啊，创下了世界纪录啊。然后潘展乐还很幽默的讲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他呢？这样子。所以其实是本人啦。那后来呢，这个理发师才发现说啊，他真的帮潘展乐剪头发，当然他就很懊恼，就说，哎呦，我怎么没有跟他合照一下哦？所以现在只有这样监视器的画面，就是他，就是这个懊恼的人哦。他没有跟潘展乐合照，但他还是很开心。他说这简直比他这个中奖哦，中了500万元还要开心哦。那这是一个小花絮啦。那另一个现在大家还在网络上面讨论的，就连什么腾讯新闻呢，都在做这样子的
的一个短影片，是为什么呢？说这个石川佳纯哦，其实因为他以前就是大陆的就是日本的一个桌球的选手，他也是算是他们的一个队长啊。那但是他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欣赏，就是这个龙队啊，就是欣赏马龙，这个大陆人都叫他龙队啊，欣赏龙队。那这个大陆路网啊，甚至讲说石川佳纯是中国人最恨不了的选手哦。他从中学开始，每个阶段啊都是跟着中国教练哦，而且他好像也是为着说，因为很欣赏马龙，他是个迷妹，所以他也是学了中文哦。中文说的比起张本智和好像还要来得好哦。那这一次呢，他成了记者的身份去到现场来采访。那你看，还冲上热搜哦，就是石川佳纯送马龙聘，就是那个徽章啊，就是这个他透过了陈梦啊，就说，我送给你们3个，一人1个徽章，可不可以帮我转交1个给马龙哦？然后人家就把陈梦的表情给抓出来，就说他好像吃瓜般的表情，比起夺牌时还要来得灿烂，就想说，我还要帮忙转交这个聘哦，就是在网络上面引发了这样的讨论，大家就觉得说这个花絮好玩嘛，但是也有人在讲说，哎呀，这种事情不要再讲了，马龙已经结婚了，马龙已经有这个2个小孩了，不要再说了，让马龙的太太会很尴尬的，所以也有这样的讨论哦。那我们看看石川佳纯哦，他昔日也有一些受访的影片被翻出来说，有没有男朋友啊？他说有啊，我有这个乒乓球哦，择偶条件就是对他温柔就很好。但是石川佳纯跟马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人家也去做了一些回顾，把他们以前这个相聚啊，或者是见面啊这样的一些影片哦，大家就觉得说，好玩嘛，就是有一个迷妹这样在迷马龙，因为马龙这一次这个比赛过后，也等于说就是不会再参与奥运了，所以大家这一次也有相关马龙话题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你看这样的一个日本人，可是却在中国大陆赢得了非常多好感，甚至有人评论是说他已经取代掉昔日福原爱在大陆的一个角色，甚至有人把他拿来跟这个大陆就是在这个乘风浪姐里头的这个美伊里呀做一个这个相比啊，就说都是可爱的日本人，都是跟中国友好的日本人哦，所以已经把他们相提并论了。但是反观张本智和，他其实原本是这个四川人，那只是因为爸爸就是去到了日本之后，他们就变成加入到了日本队。那他其实也很会讲中文哦，可是呢，竟然就是也有被人家录下来，他在跟这个樊振东哦，就4强比赛的时候还在跟教练咬耳朵，然后他们2个都是讲中文的。他说樊振东真的是坏蛋一个啊，还这样子讲，就是说他先抽我一个边球，然后又来一个直球啊，然后反正就是要得我的分啊，这样子被人家录到了这样的画面。甚至他不是在这次奥运场上的一些都是这种崩溃啊，想死啊，然后所以好像在大陆路网里面已经变成讲到了张本智和，就是说又是一个要死要活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好像明明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就是本来是来自四川的张本智和，现在人气却反倒不如这个来自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石川佳纯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啦。那你看到这个张本智和还把他的 IG 简介删掉了，删掉什么呢？他说这个个人世界排名最高第2本来是写这个日文的这样的一串介绍，他把自己删掉了，可能是觉得这次都没有拿牌，实在是有一点挂不住面子哦。那再来另外一个挂不住面子的就是印度啦，印度这一次这个相当庞大的参赛队伍结果呢得牌数0金牌的回去了。那他其实这次派出了117名运动员，还有100-200名的随行人员，投入了470亿卢比，结果拿回了0金牌。然后让印度不能忍的是，旁边巴基斯坦只派出了7个人，结果却得了1枚金牌。这面子丢大了，只是人家个位数呢，你们117人家才7耶，就是他们派出了个位数拿回了1金哦。所以两国本来就很紧张巴基斯坦他们的奥运标枪冠军回国，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这个是多么盛大，万人挤爆机场而且以水门里来迎接这个飞机一路还有机车的贪食蛇一路跟随所以巴基斯坦非常的露脸啦，人家讲说
这次呢，那个纳迪姆是巴基斯坦本届这个来到巴黎的7位运动员之一哦，他就在标枪的决赛场上直出了92.97公尺，然后替他们国家拿下了睽违40年的奥运金牌哦，甚至一举打破高悬16年的奥运纪录。那他说这个标枪人家还省吃俭用用了7年呢。那反观印度，哎呦，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是如此这个成绩哦，有一点尴尬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榜上面就写得很清楚，0金牌1银，然后5铜。外媒分析是什么原因呢？英国独立报还分析了一下印度，就说可能是长久投入在健康还有社会福利的程度啊，教育这些发育迟缓啊，营养不良种种问题哦，导致呢117人参加0金牌，这样回国了。好，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没有啦，印度要争取那个瑜伽列入奥运啊，这样就可以夺金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印度哈，让莫迪当太空人。从1900年开始参加奥运到现在124年，总共拿到10张金牌，124年，拿到10面金牌，那就是12生肖一次就拿一张。不，还没讲完，其中有8面是曲棍球。其中有8面是曲棍球啊，所以人家的运动跟这个不一样嘛，人家是瑜伽啊，各种打坐啊之类的哈，这个人家所以身体还是可以很健康啊。这个比较静态一点。事实上，中国大陆，因为如果我们广义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要包括香港所以它事实上金牌是42面。那美国也要包括波多黎各啦，可是波多黎各只得到2面铜牌，对，没有，所以我回去都帮他们算了啦，就是大美帝国应该包括波多黎各，就你金牌还是输啊，不过这个，我是觉得反正中美就是都是体育大国啦，这个去比金牌，当然有对个别人来讲也许会在意啦，不过我觉得这次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它进入了很多新的领域了，比如说艺术体操，花式游泳，还有那个游泳竞技的部分，还有比如说网球女单，事实上我昨天在整理这个资料，他自行车也拿了1个金牌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就是大概除了田径之外了，因为田径他只拿到一个20公里的那个女子竞走的金牌，所以他大概现在就是田径。还比较弱，其他的我认为已经全面开花结果，那未来可能那个现代运动要再练一下啦，霹雳舞啊、滑板啊、冲浪啊、攀岩啊，不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开花结果了啦，就是每个领域大概都进去了，而且我觉得他的运动员也不像早期参加奥运，因为我一路这样看下来的啦，1984开始参加奥运嘛，那个时候的紧张程度跟现在北韩队差不多了，北韩队就很紧张啊，你不觉得吗？那我觉得他现在那个有选手的个人的自在、从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啦。比如说那个林洋配打败的那一对王良配，那王昶从头到尾都笑眯眯的啊，对不对？现在在台湾人气好高，就迷倒了台湾很多女生啊，不是吗？所以他就是很从容啊，很从容我觉得运动就是这样啦，因为我自己也在体育界待过就是你要欣赏它的美啦，而不是完全为了竞技拿牌，你要陶醉其中那当然里面一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啦，因为坦白说，很多人会进入体育界，很多次因为家境不太好啦，或者他的学业不顺利啦，这个真的有可是这个就是人家的选择嘛，他就专心投入嘛，其实这次从头到尾，我最佩服的选手就是林育婷你去想象那个压力有多大那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心理压力、身体压力，而且一路走过来，那个魔鬼训练也是非常可怕的那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个不简单不简单。化阻力为助力。来问一下赖老师，美国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真的是一去不复返的。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挫折感很大，尤其这一届挫折感更大，因为他想到他在这个体坛体育大国这个独领风骚多少年，
结果现在已经这个时代结束了，中国大陆快速的起来，这个快速的起来，中国的大陆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体格匀称，而且呢自信、技巧高明，而且很多科技都在协助他们。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只有美国跟欧洲、日本他们独享的这些科技来帮助他们去运动中改善、提升他们的这些快、高、远的这些力量，现在中国大陆也都能够进来了，而且都是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才会说，体育大国其实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另外一种展现。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这些运动员的体型都越来越漂亮，而且最主要就是很匀称，就是那种，然后男生长得帅，女生长得漂亮啊。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会在整个国际间的形象是很大很大的不同。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4年以后，在这个洛杉矶在美国举办，他们会遭受到什么待遇？美国人会搞什么阴招？所以在记者会中已经开始进行这些工作了，也就是提醒美国的阴招会有多少种。我想这个未来越接近4年以后的奥运比赛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开始检视美国很有可能的阴招，那包括这个运动选手村到底要不要住，然后中国的代表队过去以后，连床单、被单、被套、枕头套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带，连水都要自己带，然后还要带很多仪器去检测，还要帮助其他的国家有可能会赢美国的这些国家，还要帮他们做检测。我想这个未来的工作很多。我觉得刚刚谈到了我们中华台北的代表队林育婷真的是不简单我觉得政治人物没有必要去蹭他的热量他一路走来很艰难，所以一堆政治人物去蹭他的热量，只会贬低这些政治人物的不堪所以我觉得就让林育婷自然的接受台湾民众对他的喝彩，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靠边站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你会看到，一个是祖籍是华人，努力的想成为日本人，日本人不接受他成为一个悲哀。一个是日本人，他因为喜爱桌球而喜欢，而且知道中国是全世界乒乓球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他去接触中国，他被中国大陆喜欢。我想这个都很自然的事情，就是说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台湾也一样，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好，来请教将军。我认为那个印度它是一个虽然人口大国，但是在这100多年的奥运当中，从来没有办过奥运，所以印度它是人口大国，但不是运动国家。你看它没有任何代表，台湾棒球大家想要看到台湾想到棒球，也想到台湾的羽毛球，是这样，总是有代表性，但是印度全部都没有。刚才亮哥有讲到是曲棍球。大家还蛮陌生的，英国是这样子，对，因为它是英国殖民地嘛，所以这个印度它这个对运动是相当不受重视。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一想到印度，我就想到它卫生条件是非常的差。那个运动员天天拉肚子，他怎么样有体力嘛？我们会看到印度的饮食，还有印度的恒河的水，就知道如果在那边印度要去办那个游泳比赛的话，大家都会怕，因为他们的水。或者到恒河去那边做游泳，那大家都会怕的。对，那个条件，那很大的挑战呐，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所以印度的条件呢，它不但不受重视，而且它的环境，人口之多，它是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1大国嘛，它就是占了人口的将近1/5都是印度，我们就知道，但是印度却拿不到一面金牌，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另外我们来看就是张本智和，刚才赖教授也有提到，我认为张本智和最重要的，他的人设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他大陆人嘛，结果跑到日本去打乒乓球，所以乒乓球我们知道，乒乓球是体能上不重要，乒乓球是讲究的是技巧。但是张本智和这个换过去之后呢，他又想要赢，我认为他的心理的素质是有很大的问题，他会患得患失的话，他的压力管理就成了问题了。一定要想要赢，结果压力就来了。那个技巧这种技巧性的这种运动一患得患失之后就失常。你一定睡不好嘛，一定有睡不好，然后表现的时候稍微有点一个闪神就过去了。所以我认为张本智和最重要的是他的心理的素质，他是一个华人是个大陆人，结果跑到日本去。他在日本对，在日本出生嘛，但他爸爸是这边过去，所以他有认同
认同的问题。认同问题可能在他心里面就萌芽，产生了一个障碍。那这样子的话，造成他没办法跨越。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他表现的失常也想当然耳。这印度，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是说，他们已经在巴黎奥运的时候宣布说要申办2036的奥运哦，然后争取纳入瑜伽跟卡巴迪，可能会有2金的一个期待。你看我的建议都，他瑜伽可以分成20种。20种，那就有20斤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中东大战。伊朗呢是由演转战吗？他现在要开始举行了5天的演习哦。他们的精锐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他们的这个西部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那演习会持续到周2，这也可能是伊朗对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就是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这样子的一个被暗杀报复动作正在预备当中。那以伊大战现在正在倒数3天吗？有可能呢会是在什么时间点？这个以色列的情报界他们就讲说，现在有可能会在15号他们这个以哈谈判之前，然后对于以色列来实施直接的报复攻击。那伊朗的议员甚至是讲说，我们这次是绝对不会跟你们预告的哟，绝对不会通知敌人哦。那这个伊朗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后果跟后续的情况，而且暗示这不只是他们的一场战争哦，代理人们也都会加入攻击，就像4月份那时候一样。所以看起来他们说是要采取一个出其不意的方式来报复以色列。那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也在赶紧的有所动作，希望能够和缓局势哦。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外长这个王毅呢，跟伊朗的代理外长通了电话，他们就说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这种暗杀行为认为这样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严重侵犯了伊朗主权的安全跟尊严中方支持伊方依法来捍卫主权、安全跟民族尊严。那这个通完电话呢，其实他们有讲到说，愿同伊方在这个金砖国家的机制框架内来加强合作然后呢，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面坚定的相互支持。那伊方这边是讲就是坚定致力于发展这个伊中关系，然后确保两国不受到国际地缘形势变化来影响。所以现在这个中伊也已经通上了电话。那但是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要赶紧跟这个中国的角力也要在中东这边来进行中美的中东影响力对于美国来说，当然他们觉得好像现在已经落居下风了。那他们要阻止伊朗扩大，转头找上了沙国。那根据路透社和华尔街邮报的报道，他们说现在考虑要解禁对于沙国空对地这个弹药的转让那依循这些传统武器转让的政策那现在打算要以一种个别的情况考量来进行一些转让，也就是说可能要再卖一些武器给沙国了啦。那中美现在对于沙国来说，就有这样 Newsweek 讲说，是不是沙国变成一个摇摆国？那他希望跟中美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所以沙国是个摇摆国。那事实上呢，沙国是摇摆国吗？沙国过去是跟美国比较好，可是人家早就不理美国了，所以在美国自己讲说是个摇摆国，是不是这面子挂不住，还必须要讲说我们是沙国在摇摆那其实沙国还曾经放话，如果 G7 没收了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话，将会出售欧洲债券毕竟呢，人家财力非常的雄厚，现在包含了这个欧洲债券法国债券沙国可能持有数百亿欧元虽然沙国抛售这些债券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对于欧洲来说还是皮皮剉，他们担心说沙国这些举动可能会不会变成一个骨牌效应，其他国家万一仿效起来的话，那该怎么办？那我们看现在奥斯汀下令说，这
这个中东局势看起来非常的不稳，所以他们已经派出了这个俄亥俄级的核潜舰乔治亚号去到那边。那对于伊朗啊，还有相关的武装组织哦，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乔治亚舰哦，这个是这个核潜舰哦，已经来到了这里，所以你们不能轻举妄动，要传递一些威慑的这样讯号出来。那还有中东的紧张局势哦，现在看起来恐怕也会导致运费又要涨了吗？现在航运界哦已经酝酿再度要来涨价了，因为恐怕那个地方又会受到一些波及，又要绕路再进行一些海上的航运，那当然是转嫁给消费者了。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不，我觉得他这个无预警哦，然后这边制造悬疑紧张啊，也是一种心理战啊。那这个当然你会把它理解为他可能在做部署啦。因为坦白说，如果从伊朗本国打，那早就可以打了。可是从本国打，距离以色列1200公里，那很容易被拦截嘛。所以我猜他 hold 那么久，大概就是想要就近打了。那本国都是象征性的，那就近打就是叙利亚跟黎巴嫩真主党啊，大概是这样啦。那至于美国为什么恢复给沙特阿拉伯军售呢？因为他如果不再卖的话，如果不卖的话，那中国就要卖了啦。所以真正原因不是伊朗啊，是中国啦。因为伊朗刚跟沙特和解啊，所以沙特阿拉伯哪有什么好紧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他本来就一直想要买比较先进的、具有攻击力量的武器，那美国顾虑到以色列的看法嘛，所以一直不卖。结果现在中国要进来卖啊，所以美国又要抢生意，美国只好来抢生意啊，不然怎么办呢？好吧，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逻辑啦。因为1980年代就发生过了，那个时候沙特阿拉伯想要买那个飞弹嘛，那以色列反对啊，那所以他就去跟中国大陆买，那个时候是东风3，那后来就一路买，现在应该东风不知道在哪个系列他都已经买，大概到东风21，他就一直有买啊，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导弹部队，那中国的顾问也是在沙特阿拉伯的啊，那最近他还要跟中国大陆买军舰，那可能还会再买飞机，无人机已经进来了。那我觉得沙特阿拉伯也不敢得罪美国啦，因为讲白了，这个国家内部充满了 CIA 啦，因为你长期跟美国交往嘛，一定有这个结果了，就跟台湾一样嘛，那这个而且它内部美军基地还是有差不多3000左右，所以而且它内部还是有不同力量啊，比如说美国可以支持他叔叔啊。就反对这个小萨拉曼，所以我是觉得他也不敢太得罪美国啊。可是就实际经济利益来讲，基本上都已经倒向中国了啦。比如说石油最大卖家，就是买家就是中国嘛他大概买了沙特阿拉伯26%的原油啊，所以你这种客户去哪里找，对不对？那还有比如说他要盖未来城，红海的未来城。那很多都是中国得标的所以我是觉得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越来越站到中间这样了。好，来请教赖老师。这一次看起来，这个哈梅尼他的对于以色列的反制他的力道是要比以前更强的。以前的自我的克制被美国跟以色列解读成为纸老虎所以才会让自己获得这么大的羞辱。也就是说，已经是肆无忌惮的攻击、杀害这个哈马斯的最高领袖，所以很明显的，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有力的反击，准备的时间要比较长，因为你要有效的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很明显的，美国就开始搞这个舆论认知作战，找了一个伊朗国际联盟，不要忘了它的总部是设在伦敦，我在这节目中有讲过它的总部设在伦敦，那英国跟伊朗是死对头，怎么会有一个伊朗国际联盟总部设在伦敦？那很明显的，那就是伊朗的政府的一个死对头嘛。然后由他来制造假新闻，然后再由西方的欧美的媒体来去复制，然后再影响各国。
好像说他们就煞有其事的说，这个伊朗的总统啊，跟哈梅尼说啊，这个不要打了，我们要克制啦，免得影响我的任期啦，啊，影响我们的伊朗的经济啦，还有我们的军事啦，我们的经济快要崩溃了，政治的稳定。所以，然后他又描写说，哈梅尼啊，这个不置可否啊，然后好像有这个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哎，当时台湾的媒体哇，这个大家评论就是煞有其事，我说胡说八道。我说不对耶，这个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个态势哎，因为伊朗跟伊拉克已经在8月初的时候开始进行连续5天的军演。这个军演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伊朗跟伊拉克的边界。换言之，也就是说，伊朗把他的精锐部队已经往伊拉克这个地方合法的、公开的已经移动了。这个一移动，也就是说，未来伊朗的正规军已经不再是民兵组织进入伊拉克借道叙利亚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这是一条路径。另外，当然其他的导弹的攻击、无人机的攻击，那这些也都在做筹备中。俄国也开始在协助伊朗对于本土的一个防卫，所以 S-300或者 S-400的运送需要时间。不是说绍伊古来了以后，这个武器这些 S-300、S-400就带进来了，没有这么快的，它需要一个作业的时间，更何况操作也需要一堆专家的指导，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系统，而且这是高精密的系统，它基本上来讲需要俄国的教官来协助伊朗去进行这个部分。伊朗同样也开始在进行外交的工作，所以他获得沙特对于他的支持。沙特说这个杀害是一个侵犯一个国家主权。等于是沙特谴责以色列了，然后接着很明显的，中国大陆王毅跟伊朗的外长的一个通话，那等于是在联合国，如果美国要去制裁伊朗的话，中国一定会投下否决票。我觉得很多的态势都在做部署。我们看到中东的战区啊，这个战火其实相当有可能在没多久就会爆开了。好，来请教将军。我认为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啊，伊朗掌握了主动权。那现在啊，这个待而不发，也就是给以色列最大的精神压力，让以色列啊寝食难安，尤其是他这个社会的这些运作都受到影响，不知道伊朗要什么时候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所以这一方面呢，就已经达到了这种心理上的威慑。然后现在呢，伊朗在这方面他对以色列报复只是时间的问题啊，但是他现在在演习，演习做什么呢？演习的话就是动员。有人力动员，有物力动员，最重要的就是伊朗利用在演习的时候啊，让这些战力啊能够得到战力的这个疏迁、战力的这种疏散，然后达到战力保存的一个这种措施。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也可能会相对的实施报复行动。那我已经因为借演习，我已经疏迁、疏散、隐蔽，甚至地下化完毕了，就是利用这些演习。所以伊朗是待而不发，他有他的一些先期的作业，那就利用这些五天的这些演习相关都做完了。那等到在这一个时间当期，伊朗也获得了国际的支持。你看，中国大陆支持又来了。他那个时候如果就已经立刻实施报复行动，那这样的话，中国大陆还没有讲话嘞，那伊朗已经发动了。那现在伊朗还没发动，中国大陆讲话就是支持伊朗的报复。那对伊朗的支持，那伊朗后面就有靠山呐，那他更会放手去做，对以色列实施报复。至于报复是大规模报复、小规模报复，我认为边境的，包含以巴嫩真主党也好、叙利亚也好，这是小规模报复，大报复还是要来自于伊朗，因为伊朗它毕竟是战力的主力，不管是这个无人机也好，长程的远程的无人机，还有导弹这些弹道飞弹，最起码这是伊朗这方面的优势。那我们现在看，它应该会选择时机，我认为是夜间奇袭，因为白天的时候大家都警觉性高，大家都在各就各位，但是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宴宾习古啦，大家都要开始休息了。那跟上一次一样，跟在4月份那一次报复一样，都是选择夜间开始发动，因为夜间奇袭的效果会比白天来得好。白天的话，大家机动还有警觉性都会相对的高。那我们现在看沙烏地阿拉伯，它是保持弹性，在弹性的状况之下，它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呢获得最大的利益。那沙烏地阿拉伯一直向美国提出了要买这个第5代的战机，就是 F-35逆中战机，但是美国一直没有开口啊，因为以色列的关系啊。
在整个中东，美国也只有卖给以色列 F-35啊，其他国家没有。沙烏地阿拉伯极想拿到，那也利用这一次的押宝，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卖 F-35给我？如果不卖，那他可能就倒向中国大陆，像中国大陆买 F-30，就我们讲歼31有这方面的可能。因为无人机还有弹道飞弹，这个大陆都卖给沙烏地阿拉伯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要卖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歼31。那只是时间问题啊，而且是沙烏地阿拉伯要不要啊？所以阿拉伯目前沙特保持最佳的弹性，对沙国的整个战略的抉择跟军事上面的这种利益，应该是获得的是极大化一个最佳的途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贺锦丽现在看起来民调上面在3个摇摆州密西根、威斯康星跟宾州这3个关键摇摆州，有50%的这个受访者已登记的选民呢是决定要支持贺锦丽的，有46%是支持川普，也就是说这几个地方这个贺锦丽是已经赢过了川普。而且在这个美国的经济方面金融时报的一个民调显示呢，大多数的人认为贺锦丽现在已经这个超越川普，得到更多的信任度所以他本来是在川普之下这样子，但是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已经很明显的他的这个曲线已经赢过了川普了。那主要就是因为这贺锦丽好像在网络上面跟年轻人的互动是来的比较这个直接，而且又有这样子的迷因梗比方说像椰子树啊、顽皮鬼啊这些梗让大家觉得说贺锦丽好像蛮亲民的在 TikTok 还有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疯传，他跟年轻人的族群互动度非常高，人气很高，尤其在 Z 世代，有关这种椰子树啊跟这个 Brett 这种顽皮鬼的梗到处在疯传，也表达这个对于贺锦丽的支持。那所以现在民主党的参选人现在改转为这个比较趋于乐观的看法，我感觉好像贺锦丽原本他们觉得说这有办法出来这个跟川普一战吗？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选情是逐渐转好的一个趋势，有信心一战。那反倒是川普的阵营是不是比较着急他们就讲说贺锦丽根本是用 AI P 图啊、修图片、造假这些造势人数他说现场根本没有什么人。那贺锦丽团队在川普的贴文的留言区就分享了影片，就其实呢他们在下飞机的时候，贺锦丽跟华兹下来的时候，哇，现场的人数的确是蛮可观的。但是川普的警讯还不止如此他自己经营的这个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这个营收现在已经面临到了$1600万的巨额亏损，甚至呢第2季的营收就是还比起去年同期减少了30%。那他现在也对于俄乌战争有点改口了。过去我们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24小时之内可以结束这场战争现在改说现在是要用一种和平承诺，然后用表示有一个俄乌和平协议现在在就职典礼前要来促成这样的和平协议所以好像不再是他上任24小时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那再来还有川普一直在狂开减税支票，有人帮他算一算，这恐怕会酿成美债增加$4兆，也就是说乱开支票恐怕会造成更多美国接下来的经济问题。那反观呢，跟这个中方呢，美国好像现在是讨不到便宜，特别是在无人机方面还被中国大陆反将一军。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在日本这一边供奉明通航机场那他们现在有进行首次的飞行测试，这个无人机呢有2吨级的这样商载能力也是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最大全国产化的大型无人运输机。那运输机就其实现在是这个中国大陆新展现出来的这个划时代成功首飞但是对比一下大疆无人机，美国他们现在认怂了嘛，因为他们说9月1号开始取消对于中国无人机的进口限制，但是呢
中国大陆立刻反打一把，就说那我们就9月1号开始对于无人机出口管制哦，就是你进口管制你取消没有关系，那但是我们不卖了，就是反将你美国一军，因为美国其实对于这件无人机来说的话，他们依赖度反而是比较高的，就是对于大陆来讲，我全世界都吃我的市场啊，那你美国不用是你家损失哦，那所以他就反将一军，就不卖给你们了吧？那特定的国家跟地区，我们没有针对谁哦，只是说我们来加强一下审查的力度，这非常高招的一个回击哦。那再来，《华尔街日报》讲说，其实是很多美国的搜救人员不希望这个大陆的无人机被禁哦，因为他们自己美国的无人机飞不到山头。就说上去就失去了电信啊，这个信号连接不上，所以就掉头飞了回来啊。那但是大疆呢，在美国来说的话，在商业啊、地方政府啊、业余爱好者啊，无人机市场其实占了70%到90%哦。那所以如果这一项禁令这个真的下达下来的话，恐怕美国自己也会自伤很多哦，因为他们会损失大概数十亿的美元，甚至影响数千个工作岗位。那美国现在当然很积极哦，在美军方面也在做一些隐形混合动力的无人机即将要问世了，它积极在试飞当中。那可是奥妙的是说，这是有点画蛇添足哦，就是他们这样子的无人机说上面还有驾驶舱，那就是一个有人的无人机，那还能算是无人机吗？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哦。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贺锦丽大概他最近这3个礼拜大概学到蔡英文的妙招了，就是他不接受采访，也不开记者会啊。那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已经正式提出抱怨，说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候选人啊？因为他们也要确认拜登的政策是不是你的政策啊？那因为川普现在在打减税嘛，那很多人就批评川普说你这样会造成财政赤字立刻增加4兆，那人家也想知道贺锦丽的看法，都问不到了。还有2场战争，你到底怎么看啊？我认为贺锦丽只要开始接受专访，他就会开始被抓包。因为坦白讲，有一些议题啊，其实是蛮敏感的啦，蛮尖锐的啦比如说，人家一定会问你说你怎么解决通膨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只讲过一个政见，说川普主张对小费取消课税，我赞成啊。所以川普就写了一个好大一篇说贺锦丽唯一的政见就是抄袭我的政见，就这样所以我跟你讲了，我是觉得他不能一直这样躲着啦，因为什么他民调会高？因为他是这个利用了既有的对川普当选的恐慌嘛，然后克服了拜登的老迈嘛，那因为他看起来年轻嘛。然后笑容被解释成亲和力嘛，那这个在战一时间，当然民主党的选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说你毕竟比较年轻嘛那可是选总统没有那么简单选总统接下来就是人家真的要知道你的牛肉在哪里那美国最困难的问题，人家要知道你的看法，比如说那个移民政策，因为川普是那个政见非常鲜明就是要对未来进来的移民要做严格的管制而且他还要去追看谁已经跑进来了，要把他遣返那你到底是什么立场？人家要问因为川普的政见其实都非常旗帜鲜明的，所以你不能不回答啦那这个俄乌战争、中东战争现在这个样子，乌克兰刚刚传出一个新闻说他已经逼近那个库尔斯克的核电厂，那他如果而且库尔斯克距离莫斯科事实上大概只有400多公里所以你不能对这个都不回答这个，所以我是觉得他不能再躲了啦，而且川普现在就丢出来说我愿意跟你辩论3场那现在只有9月10号那一场是确定的，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啦，就是说你这个叫做蜜月时期即将过了。那你要面对一些困难的一些议题啦，对，你还是要讲出你的看法，还是真的要上战场。对，来赖老师，
贺锦丽过去是陪衬嘛，因为副总统嘛，现在变成主角了。那主角刚刚出来的时候，当然有新鲜感，有蜜月期啊，所以媒体对他的容忍度是高一点的，对他的正面报道也多一点的。民主党内这个解决了这个拜登的老朽的问题啊，那么有一个比较年轻有活力的，这个对民主党来讲，他们的焦虑已经去除一大半，所以我觉得民调大幅度的反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预期之内的。但是问题就是民调的变化速度很快尤其越到选举的时候，变化速度越来越快。我觉得讲的没有错就是说能回避多久，不接受媒体的专访，或是不接受媒体的询问能够回避多久？能够再拖2个月吗？我相信连支持民主党的媒体可能都开正式记者会，对，可能都没有办法忍耐了。更何况那一场辩论其实是蛮重要的一场辩论，因为那一场辩论如果打不好，答辩打不好，你会后要不要接受媒体的访问？你如果会后不接受媒体的访问，那你等于是失去了一个舞台。而假设川普打得比较好，川普大量的在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一直逼，那这个很多媒体就想要问这个贺锦丽有关于在辩论中的很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而你都回避的话，能够回避多久？所以我个人觉得采用回避的策略不是一件好事情。我相信他的幕僚也有在准备，那只是说贺锦丽需要时间去消化那些资料因为他原本以为就是副手嘛，笑一笑然后开开心心的、可可爱爱的就好，结果他现在是主角了那总不能够到最后都是由他的那个沃茨来成为主角来帮他阻挡因为沃茨很明显的火力是比较猛的那这样的情形就本末倒置了。另外有关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无人机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试飞的成功，这个首飞的成功其实是很重要。2吨而且是无人机飞了20分钟在四川。它如果这款飞机成熟了以后它对于中国大陆的商品的一个运输，国内的商品的运输，它的成本又会下降，速度会更快、更便捷，因为它的整个设计是让货物很容易装载、很容易卸货。它也可以用在军事上面它如果用在军事上面的话，那这种无人机它的造价成本就更低了。它可以装，例如说鹰击12反舰的一个导弹，这个部分里面，因为鹰击12弹头也不过300公斤，是打这个船舰的，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大陆在无人机这个部分，很明显的已经居于领先的地位。美国的无人机，中国大陆只要在很多领域设限美国的运输成本就升高了，对物价不是好事。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设限也是一件好事情。好，来请教将军。我认为这个贺锦丽在这个民调这一方面，我认为也不能过度乐观，因为我们看了2000年，公元2000年的时候，那个小布希的票数是落后的，是输的，但是他选举人票是赢，所以小布希当选。那2016年，川普的票数也是落后但是川普当选。为什么？选举人票川普赢，共和党赢，所以大概民主党大概要赢过3%，他的选举人票才会赢过共和党。所以我要赢过这3%没那么简单那我们可以说由这2000年跟2016年有潜力可循，打这个选战，贺锦丽想要赢并不会那么轻松。因为我们看中国大陆无人机，我认为它现在已经有3大优势。第一个，它的报酬规模的优势，因为它量产它非常的多，一多价格就便宜，便宜之后市场就来了。它有这个报酬规模的优势，已经因为市占率太高，70%全世界。所以它这方面第一优势已经展现了。第二优势，我认为它技术成熟了。我们不多见中国大陆无人机好像失事或者坠毁，或者有些飞安意外。我们倒是看到了美国的波音公司倒是有很多的飞安事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就表示它的品管上面有一定的条件跟一定的水准，这也是它的优势。所以呢，这种方我比较安全一些嘛。那我们听到波音出多的话，你就会认为它的不安全的系数是比较高一点嘛？你要这样来看。当然，这是有人机跟无人机的，这个有点区隔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从无人机来看，无人机的要求的标准应该没有比有人机高。因为什么？有人机开玩笑是人命那结果它无人机的这种安全系数还高，那就知道它的可靠